一直谋求发展军力的日本又有了新动作，这次步子迈得还不小。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在日前宣布称，日本在安保3文件中明确将具备对敌进攻能力以及增加防卫费用等举措，都证明了现阶段的美日同盟已经进入到了由守转攻的一个新阶段。此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关注。鉴于日本此前曾多次就我国台海问题发表大量错误言论，紧跟美国步伐进行对华挑衅站队，现如今在日本政坛风头正盛的日本右翼势力，甚至还公然喊出了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的荒谬论调。现在美国大使出来把话挑明了，也不藏着掖着，美日同盟就是已经转守为攻了。日本谋求的也正是美国默许乃至是帮扶下的真正进攻能力。至于对手，结合日本此前的态度和美国现如今正打算做的事情，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打算，显而易见就是中国，而且大概率是打算在解放军发起解放战争最后一场战役的时候，谋求以武力下场的方式对台海进行干预。值得关注的消息还不止于此，日本政府刚刚批准通过了自卫队采购5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法案，以此来实现令自卫队具备进攻能力的目标。表面上来看，日本喊口号和实际行动的都做了，铁了心了，要上美国人的贼船了，跟着美国一条道走到黑。未来美国会不会选择武力介入干涉台海，目前不知道，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美国选择下场，日本肯定会跟着美国走，用早已准备好的各种进攻性武器协助美国作战。那如此一来问题就来了，这对解放军的具体影响有多大？如果我们真的选择以武力收复台湾，统一祖国，那被美国捆上战车的日本到时候是不是个大麻烦？首先要说明的是，本着料敌从宽的原则，我军在任何时候考虑军事行动的计划里，都得考虑到最糟糕的情况。就算是美国大使这次没把话挑明了说，那美国裹挟日本武力干涉台海这事儿，它就不存在了吗？那肯定不是啊。以现实情况来看日本自卫队在建设能力上早就有朝着这方面发展的势头和相应准备直升机驱逐舰改为轻型航母的工程也早就开始，现在已经基本完工，大批量从美国购置 F-35 隐身战机现在也形成战斗力了。日本国产的进攻性武器研发提案，那这更是一个接一个呀，在日本右翼的鼓吹支持下被审核通过。以上这些实际发生的变化和情况，解放军必然看得到，哪怕是他美国大使不把这挑明，我军也肯定会根据实际情况的真实变化做出相应的准备和计划调整。对日本可能跟随美国步伐以武力下场干涉台海的对应预案一直都有，解放军可不会因为美国人说什么没有说什么而被牵着鼻子走。现在只不过是美国人把大家暗地里都知道的一件事摆到了桌子上，但也就仅此而已我国该做的准备一样不会落下，能够妥善应对美国及其一票盟友在任何情况下介入阻挠中国统一的可能性，在必要时候以武力方式确保祖国主权不受侵犯和绝对完整。但是我们的既定目标不会改变再来说说日本自卫队这次的所谓大活就是那500个战斧巡航导弹。作为一款美国当年拿来轰炸伊拉克的导弹，战斧这个东西那真的是相当有年头了。在过去我军军事实力还不强的时候，看着美国人拿这玩意儿对伊拉克狂轰滥炸，绝对是心有余悸。本虎还记得在那个网络不发达、各种美吹公知横行的年代，什么300枚战斧击败解放军的口号，就是这帮人嘴里喊出来的。要按照他们的逻辑思维，当年美国300战斧就能打败解放军，现在日本采购500战斧就能实现同等效果那合着解放军发展了那么多年，就多发展了挨200个战斧的抗斗能力这等言论除了无知可笑，就只能说是非蠢即坏。话回正题对于战斧这种高可探测性、亚音速射程还不出彩的老式巡航导弹，现如今我军有着足够丰富的应对手段可供防御拦截。但以海军而论我国航母编队现如今的海上防空圈大体可以概括为这样：最外层一圈舰载战斗机先出，带着霹雳15、霹雳17这种中远程空空导弹进行空空拦截。在舰载机之后是带刀护卫，也就是052大区、052D 大区和未来的054B 护卫舰组织起的区域防空反导系统。多型号的防空导弹覆盖每一个区域，完全能做到远、中、近3层的无死角拦截。即便是最后到贴脸的距离了，那还有1130近防炮这种最后一道防线上的反导利器。
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1130近防炮在全球同类武器中仅此一家。高速高穿的密集穿甲弹弹幕能够轻易撕碎来袭的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更无谈战斧这样的亚音速老式巡航导弹。在这种情况下，更别提我国海军它也不是单独作战的，战时也肯定能得到国土防空网和岸基航空兵部队的支持，防空反导能力在此基础上只会更强，有增无减。日本不是当年拿战斧在中东狂呼滥炸的美国，中国也不是当年被战斧炸的生活不能自理的伊拉克。时代变了，日本在采购战斧这种老掉牙导弹的同时，中国的军力也在进步发展，而且速度更快。这种指望单一技术兵器就能对解放军建立优势的时代是早就已经一去不还了。